两件事呢是彻底激怒了俄罗斯，10万精锐900辆坦克，俄军要碾碎乌军吗？不料普京还藏着一个杀手锏。各位好，欢迎来到赵飞远观察室啊。近日克里米亚大桥呢再次发生了爆炸的消息，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披露出来的消息呢，已经有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人士承认了，而此次事件是乌克兰海军与乌克兰安全局所策划并实施的。那么法新社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当然，俄乌冲突持续到现在，不客气地说，双方已经是属于战争的状态了啊。虽然乌方呢这种方式非常容易伤及平民，但是到了这种非常时刻，用一切的方式来战胜对方，其实那也是无奈之举。而且不能否认的一个问题就是，俄军在进攻或者是远程打击的时候总不可能从未伤及到任何一个乌克兰的平民吧。所以对此没有什么好指责。而且这就本身都是俄乌双方的问题，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来指手画脚。当然，俄方其实肯定不这么认为啊。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说法呢，这次袭击的事件还有北约国家的参与，所以接下来俄罗斯会用非人道的手段来打击任何参与了这次袭击的国家。大量的分析人士认为呢，俄罗斯所说的这个非人道手段，恐怕就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而与此同时，法国有一家电视频道呢，又传出了一个消息，鉴于现在的紧张局势，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会逐步向乌克兰派遣军队。而当然，这些军队跑去乌克兰呢，肯定不是为了帮助俄罗斯，很明显，这是要给俄军制造更大的压力。而如果这些国家真的这么做了，就表明北约已经确定了要与俄罗斯开战。乌克兰以及北约国家做的这两件事呢，极大的激怒了俄罗斯。而根据最新的情报说呢，俄军正在莱曼到库皮扬斯克方向集结了非常大的一个集团军而这支集团军作战人数超过了10万，而且还配备了900多辆主战坦克以及近400门的火炮。而据说俄罗斯空天军也要配合这支集团军的行动，而且从进军的地图上来看呢，好像这支集团兵锋所指的地方，那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很明显，俄罗斯是想要来个擒贼先擒王，率先将乌克兰的中枢给拿下，让乌克兰军队呢彻底失去明确的号令以及抵抗的信心。当然，有人也许会说，俄乌冲突持续了近1年半的时间俄罗斯都没有能彻底去战胜乌克兰，如今你想大举进攻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的阻力呢肯定是无比巨大的。而光凭这10万俄军精锐，真的能够一定乾坤吗？其实普京还有另外一个杀手锏。此前有消息说呢，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已经在征召新兵，而据说要把士兵的数量扩充到5万人以上，而且招揽的大量新兵都还来自俄罗斯。再加上前些天几乎所有的瓦格纳集团的高层宣誓效忠普京所以现在有理由相信普京是随时能够调动这5万瓦格纳雇佣兵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支瓦格纳雇佣兵现在驻扎的地点距离基辅只有不到200多公里，而且还处于基辅的侧后方。据说1天之内，瓦格纳雇佣兵就可以兵临城下。而如果10万俄军精锐在正面牵制住乌军在基辅的防线，那么基辅呢可能真的要在两面包夹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来失守。要是能在基辅捉到泽连斯基，恐怕这场俄乌冲突短时间内就会结束了。到时候俄罗斯就可以专心对付北约这个大敌。看来西方局势接下来会越来越严峻，或许呢更大的冲突也将接踵而至了。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